茶歇中文第70集，胡适的一生。大家好，欢迎回到新一集的茶歇中文，我是 Nathan， 欢迎你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我们用简单的中文聊有意思的话题。在你住的地方，天气怎么样？在我住的地方，最近烈日炎炎。烈日炎炎是什么意思？烈日炎炎的意思就是天气非常非常热。虽然前2天也下了大雨，天气稍微凉快了一些，但是还是很热。在你住的地方呢？最近烈日炎炎吗？前2天我在找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文学作品。我想起中学的时候，在语文课本里，我读过一篇文章，叫《差不多先生》。我又读了一遍，觉得很好。我会做一个视频，放在 YouTube 上。我会在视频里跟大家一起读这篇文章，而在今天的播客里，我们会一起来了解一下这篇文章的作者胡适。你听说过胡适吗？你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在大陆和台湾，很多人知道他。他具体做了什么事情？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喜欢中国文学。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前的中国文学和今天的中国文学有那么大的不同呢？为什么以前的中国文学很难懂，而今天的中国的文学很容易懂呢？读一读以前的中国的文学，再读一读今天的中国的文学，我们常常感觉像是用2种语言写的。我们说这件事情就有胡适的功劳。我们长话短说，开始今天的节目吧。你准备好了吗？胡适于1891年出生在中国江苏省的川沙县这个地方。2岁的时候，父亲去台湾做官，胡适也跟着母亲一起去了。后来，中国和日本打仗，中国输了，把台湾给了日本。胡适一家人回到了上海。1910年，清朝选择学生去美国留学，胡适被选中了。他去了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 （agriculture）。上课的时候，老师要学生们研究苹果。胡适不明白为什么要研究苹果。后来，他去了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 学习哲学 （philosophy）。他的老师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 John Dewey。A boy or a girl can go to college and get a degree, not much else. On the other hand, a boy or a girl in a shop, factory, or store can get an education without a degree if they make up their mind to it. They have to want to learn. They have to be willing to talk to those who are wiser than themselves.
to be observing, to keep their ears and eyes open, and to set apart some time every day to read. 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日子里，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1915年，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 （New Culture Movement）。什么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个鼓励新的文化的运动。新的文化是什么？新的文化就是民主和科学 （democracy 和 science）。那个时候，清朝刚刚结束，中国人说，我们不要清朝的文化了，我们不要旧的中国的文化了，我们要新的文化，我们要一些西方的文化。于是新文化运动开始。1917年，胡适留学结束，回到了中国。他学习了西方的文化，也想鼓励新文化运动。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在这篇文章里，他鼓励大家用白话文写东西，而不是用文言文写东西。在这里，我觉得我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文言文，什么是白话文。其实很简单，文言文 （Classical Chinese） 就是孔子的语言，是很难懂的汉语。子曰：一吾一日长乎尔，吾吾已也。白话文 （Modern Chinese） 就是今天的汉语，是好懂的汉语。我叫白云，我叫黑土，我71，我75，我属鸡，我属虎，这是我老公，这是我老母，我老伴儿。差辈儿请坐，请坐。胡适写文章就是想鼓励大家不要再用文言文写东西，不要再像孔子一样写东西，因为没有人会明白。他鼓励人们用简单的汉语写东西，鼓励大家像说话一样写东西。我们在以前的播客里读过鲁迅的文章、冰心的文章，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已经开始用白话文写东西。1920年，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开始教学生用白话文来读文章。在播客的第13集，我们聊过简体字的历史。新文化运动中，有的人鼓励简化汉字，让汉字更简单。有的人甚至说，汉字太难了，中国人应该用拉丁字母来写字。这些想法最后没有被接受。我们回到胡适，26岁的胡适开始在北京大学教书。当时他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老师。在北大教书期间，胡适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后来他成为了
北京大学的校长。1927年，蒋介石 Chiang Kai-shek 在上海结婚。在婚礼上，蒋介石认识了胡适。蒋介石想请胡适为自己工作，胡适答应了。1931年，中国和日本打仗，因为胡适在美国留过学，所以蒋介石多次请胡适去美国，跟美国的政府说话，希望美国帮助中国。I can assure you that my government and my people will continue to fight on this war of resistance for an indefinite time to come until China is assured of a just and honorable peace. 美国也确实帮助了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的国民党和毛泽东的共产党开始打仗。蒋介石还是请胡适去美国，跟美国政府说话。但是这次美国不再想帮助国民党。后来蒋介石被毛泽东打败了，去了台湾。胡适非常失望，说以后再也不参与政治了。从1949年到1958年，胡适生活在美国，但是之后他回到了台湾，继续为蒋介石的政府工作。到了这里，我们会觉得胡适跟蒋介石的关系一定很好。不过事实不是这样。蒋介石虽然对胡适很客气，但是心里非常讨厌胡适。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胡适老是批评蒋介石，说他的政府不民主，不 democratic。尤其是1960年，蒋介石想要第3次做台湾的总统。台湾的法律里面说，一个人只能做2次总统。蒋介石想要改变法律，继续做总统。这时候胡适就出来批评，说这样的政府不是民主的。蒋介石后来还是成功的做了第3次的总统。他常常在日记里批评胡适，说胡适是一个讨厌的政治家。在中国大陆这里呢，人们也不喜欢胡适。为什么呢？因为毛泽东不喜欢胡适。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胡适支持蒋介石的政府。1955年和1956年2年里，大陆出了很多书批评胡适。那个时候，胡适虽然生活在美国，但是也买到了这些书，而且读了大家是怎么批评他的。胡适从70岁开始，身体越来越不好，在医院里住了好几个月。1962年2月24日，胡适跟别人
一边喝酒，一边开会。开会快要结束的时候，胡适站起来要说话。他说：“我每次出门的时候，我太太总是叫我少说话。现在太太不在，我还是想说几句。现在的台湾还是没有民主，现在的台湾还是在蒋介石的专政下面，蒋介石的 tyranny 下面。”说着说着，胡适越来越激动，然后心脏病就发了。胡适是71岁的时候去世的。胡适去世后，人们都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在台湾有胡适的博物馆，而在中国大陆，自从1980年开始，人们也不再觉得胡适是一个坏人了。在学校里面，学生也会读胡适写的文章。所以胡适是谁？他是一个文学家，一个哲学家。胡适一生得到了36个博士学位 （Doctor's Degree）。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做出了很多贡献。他也一直希望中国变得越来越民主。胡适的家庭是怎么样的呢？他的妻子叫江冬秀，他们2个人结婚完全是父母决定的。当时人们都觉得很有趣，一个读了很多书的胡适娶了一个不认识字的太太。他们有3个儿子和1个女儿，女儿是5岁去世的。我在中学的时候，在语文课上读了胡适的《差不多先生》这篇文章。我想做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也会把这一集播客放在 YouTube 上。听了这一集播客，你有什么感想？欢迎你在 YouTube 上留言。这一集的茶歇中文播客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我们下回再见。This is a Tea Time Chinese production. We want to make the Chinese language comprehensible for everyone. If you find our podcast useful, please give us a 5-star rating on Spotify or Apple Podcast. Find out more at teatimechinese.com.